翠花，你愿意让我回来吗？你要想让我回来，我就马上回来。你还是先回去吧。翠花啊，我不是跟你赌气，发生了太多事儿了，咱们俩都需要好好的想想。你还是先回去吧。好吧，那我走了啊。德志，照顾好你妈，我先回学校了啊。哎，那你路上慢点。回来了，姑，你好啦！好了好了，都好了啊，那太好了。您生病这段时间都跟唐大爷在这里照应。哦，那你们开业多长时间了？都10来天了。他人呢？在里边呢。小张，剩饺子。哎，都忙去吧啊！哎呦，翠花，来了。唐大哥，让你受累了。那是应该的。你这腿脚恢复的还真好。啊，好，都好了。好，只要你好了，就都好了。哎呀，唐大哥，你看哈，因为我这事儿耽误你回家娶亲了。能耽误的，这门亲事就谈不成，是不是？你看这2天他都等不了我，以后要出个啥事还能有啥指望呢？哎，累了吧？坐着歇会儿。哎，行。哎，拜拜。哎呀，哎，这大哥，那天你不是走了吗？那咋又回来了呢？那天啊，我坐在汽车上，突然之间这心里就难受，像一只手在那抓挠。我听见你在什么地方在叫我，我心想可能要出事儿，跳下汽车我就往回跑。果然，哎呀，大哥，你看啊，就你这亲事啊，是因为我才没成的。那我得给你介绍一对象啊。你看你自个儿病还没好利索呢，就给别人当媒人。你就说你愿不愿意吧。什么样的人呢？这个女人呢，这个长相一般，没啥文化，脾气也不太好，性子呢也粗粗拉拉的，但是有一条啊，心地善良，知道不能靠别人，所以呢就拼命的自个儿干。哎呀，妹子呀，你老哥这些年也见了10来个了，没一个成的，你就别瞎操这心了。哎呀，你就说吧，有这么一个女人，你愿不愿意？算了，你别管了。哎呀，你就跟我说你心里咋想的，说实话。你真想听真话啊？好，那我告诉你，翠花妹子，你老哥这辈子心里就装着一个人。当年在农村的时候啊，我们家给我定了门亲事。定亲的时候啊，我就看好他了，可惜啊，他的心里没有我。可是这些年我心里一直装着他呢。就凭你老哥现在的条件，过日子找个什么样的女人都行。可是要谈到喜欢，你老哥这辈子恐怕不会再喜欢别的女人。
到这你就……翠花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大志在家。我有件事儿想跟你说，我想先避着他。哦。什么事儿啊？哎，你先坐着啊。什么事儿啊？你倒是说呀！咱俩离婚吧。啊？咱俩离婚吧。翠花，你是说你要跟我离婚啊？对，我想跟你离婚了。为什么呀？翠花，我知道我这些年一直做的不好，可我现在不是在努力呢吗？这我都看到了。可是陈志啊，你亲口跟我说过，你这辈子呀，最爱的人不是我，对吧？可我不是也说过你是我的亲人了吗？亲人跟爱人那不是一回事儿。你说你这辈子，你要是不能跟你最爱的人在一起生活，那得多遗憾呐！你不是还跟我说过吗？这爱一个人呐，你就得替他着想。结果不管你爱没爱过我，反正我一直爱你。那所以，那我得为你着想。跟我离婚吧，然后你去找他，跟他一起生活。这哪怕是过上一天呢，那也不再遗憾了。不行，翠花，你已经为我牺牲了前半生，我不能再让你为我继续牺牲后半生。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？其实啊，我也不光为了你呀，那也是为了我自己。为了你自己？对呀，这我一直说我爱你，那这话一点都不假呀。可是啊，我现在想想，可能我那时候我根本就不懂啥叫爱。我以为呢，这喜欢一个人，那就叫爱呀。其实我现在我才明白，这爱一个人呢，它不是一个人的事儿，那是两个人的事儿。那就像一间屋子，那得两扇窗户它都打开了，那风才能吹过来。那只开一扇窗户，那是没用的。我现在我就找着了能跟我一起打开两扇窗户的人。是唐大哥。其实我跟他现在连一个字的情啊爱啊啥的都没说过，可是我知道他心里有我，心里也有他。那在一起，我觉着自在踏实，跟他有说不完的话。陈志，跟我离婚吧，你去找你爱的人，我也去找我爱的人。可是，当年我答应过
这辈子也不抛弃你。那是因为他们一直把我当你的累赘，可是我现在不是了。陈志，咱呐，别再为他们活，咱也不再为孩子活。咱都一把年纪了，苦了大半辈子了，咱为咱自个儿活，行吗？翠花，我还能说什么呀？啥也别说了，咱就准备准备离婚吧。翠花呀，行啦，我只有一个条件。你说。你看咱俩哈，咱不是因为恨离的婚，咱俩是因为爱离的婚。咱俩呀，大操大办，啊，咱让所有的人都知道。各位亲朋好友啊，今天大家聚在一块儿，不是为了庆祝一个新家庭的诞生，而是见证一个旧家庭的解体。我跟翠花啊，我们俩风风雨雨走过30年了，今天我们要离婚了。我们不想像有的离婚家庭那样搞得撕心裂肺的、鸡飞狗跳，甚至家破人亡的。我们不想那样。是翠花提议呀，要举办这么一个仪式。我们要用另外一种方式宣告我们分手，宣告我们带着感激，带着留恋，离开我们在这个世上最亲的亲人，去寻找新的幸福。我再次感谢大家能来跟我跟翠花一起啊，见证这个难忘的时刻。在座的都知道，我跟翠花是怎么走到一起的。在那个时代呀，像我们这样的婚姻不在少数。或许是出于某种目的，或许是出于无奈，或者是为了现实的需求，我们对自己说，就这样吧，怎么活不都是一辈子呀？吵一辈子，打一辈子，到头来还不是得一块过吗？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，时代在进步，是这个进步的时代让我们懂了，人得有尊严、有爱的活着。你爱对方，才和对方生活在一起，这才是对对方最大的尊重。一个不美满的家庭解体了，这不是灾难啊，这是人的解放啊！我得感谢翠花，这些年一直在努力，她付出的比我多了。我们的长辈啊，曾经以为她是我的负担，所以就一再的叮嘱我，千万别抛弃她，这辈子也别抛弃她。可是让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是，翠花会走到我面前对我说：“陈志，我们离婚吧，我不再靠你活。”谢谢你说这些话。我呀，我不会说，但是呢，我用这么些年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就是这人呐，就活在世上，他谁都不能靠啊，就得靠自己活。谢谢你，是你让我明白了这个道理。这妈在世的时候啊，就老跟我说，
翠花啊，你得进步啊，得学文化。可那时候我就以为啊，这学文化进步，那不就是识字儿吗？哎呀，是陈志让我明白了，这进步学文化呀，就是知道在这个世上应该怎么活，怎么活才真正的像个人。陈志，谢谢你，是你让我明白了这个道理。大哥、哥哥嫂子们，我谢谢你们，我敬哥哥嫂子们一杯。陈志，你和我妹子翠花就是分手了，以后咱们也还是一家人。是。哎，大哥您坐。妈，我敬您一杯。人家是结婚办婚宴，咱这离婚还喝酒啊？哎呀，妈，这不是时代不一样了吗？啊，来，喝一杯。陈志啊，娘呢是又稀罕你呢，你说又恨你，你让娘打你一巴掌。哎，应该打，应该打。我惹您生了多少气？您应该打，您打吧。儿啊，以后呢，以后的日子好好过啊。好好过。快喝吧啊！张翠花，陈志。他那个人呐，不是我说他，你们俩可能在各方面都挺般配的，就唯独这干家务活啊，他肯定赶不上我。嘿，就你这号的，过去被我给伺候惯了，这以后你要是跟他过呀，哎，你就不能当甩手掌柜的了，你该干的还就得干啊。这不是说男女平等吗？他为啥都得让女的干呀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我和他10多年都没联系了，这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。再说了，人家也未必愿意我呀。他不愿意，你愿意谁呀？啊，他上哪儿去找比你更好的男人啊？哦，在你眼里，陈志就是最好的男人了？那当然了。哦，对，这以后虽然咱们俩离了婚了，那不管咋说，啊，我还是他闺女的婆婆，这儿媳妇儿还得来看我，不是？这有件事儿啊，你还得替我办。什么事儿啊？你回头见着这叶秀罗呀，啊，你就这么跟他说，就说这过去的事儿啊，都是我的不对啊，我不懂事儿，做错了，请他原谅我啊。这两亲家不还得来往啊？哎呀，好了，没见过你这么啰嗦的。不啰嗦不啰嗦，我以后再也不啰嗦你了，我也啰嗦不着了。哎，好了，你保重吧。要走了？啊，我得去找老唐啊，我不能让他也跑了。哎呀，翠花啊，我怎么觉得
我突然爱上你了呢？这我早爱你了，你才爱我，真不公平。所以啊，你没机会了。行吧，再见了。再见。我先走了，我可不愿意看着你走。陈志，你真有学问，我们村从来没有过你这样的人。算是我喜欢你，你喜欢我不？我配不上，我不嫌。我出身不好，真的配不上。我什么都没有啊。该，这怎么敢呀？不行，你收下吧，不行不行，收下吧。哎，咱俩亲了嘴了，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。哎呀，就那天啊，我说想给你介绍你认识的那个女人，你愿不愿意啊？哎呀，我也说啊，我不愿意。为啥呀？为啥呀？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？在我那心里头，就想着一个女人，其他的都是合适和不合适。要找个合适的，用不着你。那我给你介绍一合适的，谁呀？就在你跟前站着呢。我跟陈志离婚了，刚把手续给办了。咱们俩结成两口子，你愿不愿意啊？翠花妹子，你这都这么一大把岁数了，别开这种玩笑了。谁跟你开玩笑呢？你不信是不是？那不信，那我掐你一下，你看是不是真的？这个美丽的故事应该结束了，但连我自己都没想到，它还有那么一个美丽的结局。爸，我回来了。啊，你回来了。哎，我和你妈妈的事儿，你告诉丹丹了？告诉了，他还赖我说我没通知他呢。他说他也想来参加那仪式。爸，还有件事儿。啊，什么？丹丹的妈妈希望与我方的家长见个面，也就是跟您见个面。是丹丹这么说的？不是，是叶阿姨亲口跟我说的。她说：“大志啊，既然你们已经见过丹丹了，如果你们想确定恋爱关系，要不要我们双方的家长见个面啊？”爸，别着急，我怕误了点。哎呦，误不了，半个小时就一趟。哦，爸，你这西装一穿可真提气啊！是吗？你就拿你老爸开涮吧你。爸，你这去省城，你背一望远镜干嘛呀？爸爸有用，你别管了。拿着我给你背着吧。算了吧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你这毛毛躁躁的，别再给我摔了。哎呦，爸，你慢点儿，我都追不上了。能赶早一班，咱们就赶早一班吧。啊，早点去，早点见，别让人家着急了。
等不会着急的，人约的是下午。我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样，但是这是我想要的结局。你妈恨也恨过了，怨也怨过了，是你妈对你爸的这份爱从来就没有消失过。你妈这一辈子爱的就你爸一个人。要是现在就分手了，那你妈不是白爱了？你们没有白爱啊，你们不是有了我吗？爱不是自私的，您为了我爸好，为了你们俩都好，分手吧。这句话是你爸让你来跟我说的。妈，您别误会啊，我还要找我爸说同样的话。爸，大志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妈昨天半夜给我打电话，说她病。她没病，她是不同意你跟叶丹交往吧？哎，都怪我多事儿了。我昨天去找你妈了，跟她说了你们的事儿。我的本意呀是不要让她干涉你们，结果适得其反了。爸，这不赖您。爸，我来是想跟你说另外一件事儿啊。跟我妈离婚吧。现在我自己恋爱了，也明白了，如果你爱一个人，就应该陪在他身边。您跟我妈这么多年都这样，你们真的应该考虑一下，为了对方的幸福，离了吧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呀？你这想法都哪儿来的呀？你们这样的婚姻还有什么实际意义？大志，爸爸不想考虑这个问题了。为什么呀？就因为当年我妈为您做出了许多牺牲啊。这是一方面，那另一方面呢？爸爸不年轻了，我不想折腾了。你们都不老啊，应该开始考虑新的生活呀。考虑新生活，你妈她自己会生活吗？你看看她前一段时间为了做那个生意惹了多少事儿，她离不开我。再说了，当年爸爸对不起她，我不爱她却娶了她，然后又长期忽视她，我不能一错再错。爸，您这么想是自私。我怎么自私了？您为我妈考虑过吗？难道她就想要这样的生活吗？她就该一直这样生活下去吗？您所说的一切都是从您的角度出发的，你能不能从我妈的角度想想？她身边没有人陪啊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她还有几十年的路要走，难道她就一直这么走下去吗？您这么耗着她，就是自私。我跟我妈也谈过了，我真诚的希望你们都能认真的考虑一下。哎，老板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哎，这怎么能让您来？快给我！哎，那个唐大爷呢？唐大爷这几天请假，他一直没来。哦，那行，你先换衣服去吧。哎，那我先走了。哎呀，
不会出啥事儿了吧？小刘，唐大爷，这2天你干啥去了？有点事儿。老板呢？老板在里面了。哦。翠花，翠花。哟，唐大哥，你这几天干啥去了啊？是不是家里出啥事儿了？没有，那个你什么时候闲下来，我有事儿跟你说说。来，大哥，哎，啥事儿啊？啊？是这啊。我可能以后不能再到你这儿来了。你看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吗？啊，给你工资。哎，说实话，我也不想给你工资。那给你工资，那不就成了你给我打工了吗？啊，我早说过了，那给你股份啊，这店又不是我自己的，是咱俩的。那个不是，那个工资和股份呐，我都不要。我能在这儿帮你的忙，吃上你亲手包的饺子，我就很快乐，就够了。那为啥呀？那个闺女又给介绍了个老伴儿。啊。你不是也跟我说了吗？都一大把年纪了，别再挑了。我听你的。跟她相处了几天，我觉得还行。这不，闺女把乡下的房子也给整修了一下。我就准备这几天到乡下去张罗这事儿，在乡下跟她过。哦，是这样啊。哎，那太好了，那恭喜你了。谢谢你啊，妹子。我这一走，恐怕就再也见不上面了。那为啥呀？这文商县离这儿又不远。是挺近，不远。可是成了家的人了，老往你这儿跑，也太不像话，是吗？哎，是啊。哎呀，那挺好，大哥，那就祝福你吧。妹子，我走了，你回吧。哎，唐大哥。啊。哎，就那个女人，爱不爱他呀？翠花妹子呀，都一把年纪了，还什么爱不爱的？那哪行啊？那一把年纪咋了？那一把年纪那也得爱呀！啊，你爱不爱呀？妹子，我跟他这才接触了几天，爱不爱的谈不上，就是合适不合适，我觉得他还合适就行。我走了。哎。啊，你看唐大哥，最近这些日子呀，你一直帮我。你不是最爱吃我给你包的那饺子吗？哎呦，你说这破饭馆开的，一天到晚的穷忙，也没来得及给你包顿饺子吃。你这要走了，啊，这我怎么着也得让你吃上一顿呐。一会儿这些客人走了，我今天就不营业了，我专门啊给你包饺子，好不好？哎呀，那怎么行呢？一天不营业。你得少挣多少钱呢？哎呀，钱是啥呀？钱是孙子，人才是大爷呢。行了，你就别管那么多了啊！我今天一准让你吃上饺子，走回去吧，走吧，啊！吃吧，妹子，那咱一起吃吧。哎呀，我不吃，我看着你吃，快吃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咋样啊？好吃。妹子啊，我这人一走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了。可你这饺子的味道啊，我一辈子都会记得。回吧。
剩你自己了，又剩下你自己了。来了。哎呦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今天下班这么早啊？人少啊？今天就没营业。又出什么事儿了？哎呀，啥事儿也没有，就是想歇歇。哦，快进来吧，快进来吧，里边坐啊。怎么样？我这还不错吧？就是乱点儿。哎呀，这些年你一个人也苦了你了。哎，说这干嘛？你不也是吗？快过来坐，来喝水。坐下啊。哎，翠花，你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哦，也没啥事儿。其实啊，有件事情一直想问你，你一定要说实话。啊，你问。这么多年，你心里没忘了他吧？你说的是叶秀罗吧？没忘。翠花儿，自从他搬走了以后啊，我跟他再也没有联系了，也没有任何消息。是大志带着叶丹过来，我才知道那是他女儿。你爱过他吗？爱过。那你能告诉我那是什么感觉吗？哎呀，咱不说这些了啊。你们从来没联系过？没有。哎呀，抱歉对你这么说。那是你让我说实话的啊。那你对我呢？你对我是什么感觉啊？说实话。翠花，咱们是亲人。亲人？是啊，这么多年了，咱们已经是亲人了，因为咱们有了大志。我没明白。就是两棵树，两棵不一样的树长到一块儿了，那枝枝丫丫的就缠到一起了，你不可能把它们分开了。这要硬要分开，得砍掉多少枝叶呀？这就是亲人。大志他跟你说过他的想法了吗？说了。那你怎么想的？你是怎么想的？还没想好呢，等想好了再说吧。哎，翠花，那大志和丹丹的事儿，你怎么想啊？哎，能怎么想啊？我能伤害自己的儿子吗？哎，谢谢你，翠花。我也谢谢你。咱们俩这么多年，你头一回跟我说了心里话。
老板，你怎么来了？您不是说今天不开业吗？大师傅都走了。哦，没事儿，我来啊。老板，你行吗？嘿，什么叫我行吗？我当然行了啊！都出来干活吧啊！开业。小张，快，进来！哎，都睡觉麻利点啊！哎，老板，7号桌再来2斤9胎鸡蛋了。9胎鸡蛋的啊！来了。钢铁做的，没想到没有任何先兆，他就这样倒下了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我妈一直有严重的高血压，我和我爸都没有意识到。她是脑干出血，目前陷入深度昏迷，情况很危险。到底有多危险啊？根据她既往的病史，血压一直很高。你们做家属的，怎么一直也没有注意？也没给他很好的控制和治疗呢，啊！他的脑干出血足足有15毫升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？什么？出血在15毫升以上，死亡率在80%以上。妈，大志，不是还有20%呢吗？你妈一定是在那20%以内的，大夫。求您了，咱们用最好的药物、最好的治疗，一定要把他抢救过来。根据他现在的这个情况啊，有3种可能。什么？这第一种呢，刚才我已经说过了。第二种，生命体征还有，但是人就会能睡着，再也醒不过来，啊，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成为植物人。那第3种呢？我们期望他能够挺过来，清醒过来，最好的结果也会是瘫痪，啊，起码是半身瘫痪，从此需要有人照顾。她有人照顾，大夫，她有丈夫有儿子，咱们就往这个方向努力吧。喜欢你，你喜欢我不？咱俩要是好了，他们就不敢说你出身不好了。该。这怎么敢呀？不行！你收下吧。不行！收下吧。哎，咱俩亲我嘴了，那我就是你的人了。你怎么咬我？你终于成我男人，再也跑不了。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哎，你听见我背古诗了吧？正听着呢。妈说这诗写得好，我也没觉得怎么好。就这诗我也会写，鸭鸭鸭，成天叫嘎嘎，一天一个蛋，打油满盐全靠鸭。人这一生，爱情是很重要，可还有一件事比爱情更重要，良心。师傅，司机师傅，哎，有什么事儿？麻烦您停一下车。这儿怎么停车啊？
我有个急事，这儿停不了车，没法停车，我得下车。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你在那儿下什么车呢？啊，过那口再给你停。麻烦您了，不客气不客气。不营业啊？唐大爷，老板病了，住院了。病了？什么病？说是脑出血。脑出？翠花啊，翠花，大夫说了，得经常帮你做按摩。我现在就给你捏胳膊呢，你能感觉到吗？啊？我手劲大不大呀？要是手劲大了，你就告诉我啊，别把你捏疼了。翠花，大志，你回家睡去吧啊，回去吧。爸，我年轻，今天我守着，还是你回家睡去。你回去吧，你妈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过来。咱们得做好长期准备，别俩人都在这儿耗着。你明天再来换我啊。那还是你回去吧。你回吧，我有话想跟你妈说。翠花儿，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能听见吗？你一定能听见。翠花儿，你得坚持住啊！这辈子你什么苦都吃过了，什么罪都受过了，好日子刚来了，你怎么能倒下呢？都是我不好，我对你关心的太少。你早就病了，我居然不知道。以前咱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，只要我咳嗽一声，你就把药替我准备好了，你连个手绢袜子都不让我洗。可是当你老了，病了，需要有人照顾的时候，我居然不在你身边，就让你一个人这么撑着，一直到你倒下。我对不起你呀，我对不起你呀，翠花，你原谅我吧。41号的病人明天就要出院了，看有什么液体，再给他输。护士同志，请问翠花在哪个病房？翠花啊，我给您查一下。哎，是不是叫张翠花啊？对对对，她在43号。43号，在哪儿？在那边。咱们都是有儿有女的人了，老这么来往，别人说闲话不太好。
你可不能走啊！你要是就这么走了，叫我怎么对得起你呀？怎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？翠花，你得坚持住啊！为了我，你也得坚持住。我发誓，我要试着真正去爱你，把你放进我心里。咱们要像所有相爱的人一样，好好的生活，一起走过这下半辈子。为了这一天，你也得坚持住啊，翠花，能听见我说话吗？为了这一天，你也得坚持住。你不会死，你不会死。像你这种女人，就是有人把你扔到井里，你都能自己爬出来。不会就这么走。哎呀，翠花啊，你要活着。咱俩虽然这辈子没有缘，可是我还是离不开你。哟，唐大哥，你来了。那个，他怎么样了？我能进去看看吗？哎，翠花，翠花。你一定要挺住，我要你活过来，而且我要看你活得好好的，活得高兴，活得开心。翠花，我不图你报答我什么，我就让你手脚能动，然后能吃我给你包的饺子。我要学会包饺子，薄皮儿、大馅儿。里面加了糖，就为了这盘饺子，你要活下来。谢谢你来看翠花啊！大兄弟啊，有些话呀，我早就想跟你说了，可是翠花她就是不让。啊，什么？你把你们家女人太不当回事了。翠花这个傻女人呐，一辈子那心里就装着一个男人，就是你。在他嘴里啊，你比那神仙还好，有文化有本事，还知道疼女人。可他越这么说啊，我越不信。知道疼女人的男人，能让自个儿的女人在外头这么折腾吗？什么是女人啊？女人嫁了男人，那就更应该受到男人的宠爱和体贴。这样的女人啊，她才越来越温柔，越来越会有女人味儿嘛。你们家这个女人呐，就像一棵野草，没人疼，没人爱，没人夸，没人赞。你是不是觉得她太没有女人味儿啊？那没有男人疼的女人，她哪儿来的女人味儿嘛？对不起，翠花。兄弟，你不是说对不起他，也不是对不起别人，我说的是你对不起你自己。
他这要一躺倒醒不来，你说你将来怎么办？你怎么对自己交代嘛？像他这种绝对卧床的呀，你们每隔2个小时呢要给他翻1次身，要不然呢他的身上是会起褥疮的。你们呢还要经常的给他按摩他的四肢，还要给他擦洗身体，最好啊还每天在他的耳边跟他讲话，刺激他的神经，这样呢能快点让他醒过来。拖的时间越久，醒过来的几率就越低。这要是拖上1、2个月，即使醒过来了，人也就废了。这种病啊，3分靠治，7分靠养。具体能恢复到哪种情况，还是要靠你们家属的了。我们知道了，谢谢您。不客气。翠花，别担心啊，这不是还有我呢吗？还有我呢。再加上我行吗？哎呀，唐大哥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？不是，我知道，咱们非亲非故。但是，这个女人对我很重要，我想看着她醒过来，我想看着她生活的幸福。求求你们，让我留下来，帮着你们一块儿让她醒过来。唐大哥，就不麻烦你了，翠花由我们来照顾。那好吧。什么？大志的妈妈脑出血，情况很危险。医生说，不知道还能不能醒过来，说不定会成为植物人。天哪！妈，大志很难过，很焦虑，我想去看看他，也正好看看阿姨和陈叔叔。好，那个，你不是也见过他父母了吗？他们也都同意了，那也就说明大志的妈妈就是你的妈妈。赶紧去啊！那个，给学校请个假，让他们别着急啊。好，妈，那我先走了。好。翠花，你知道哪条腿是我按摩的，哪条腿是大志按的吗？我没大志有劲儿，你一定能感觉得到。妈，这辈子呀，您净照顾我爸爸了，现在啊，他也照顾您了，能感觉到吗？你妈她能听见，我妈听见了。大志，叔叔。蛋蛋，蛋蛋，你怎么来了？叔叔，是我妈让我来的。我妈说，既然我和大志的爱情得到了阿姨的认可，大志的妈妈就是我的妈妈。在这个时候，我应该和大志一起帮助阿姨醒过来。蛋蛋，叔叔，让我和你们一起照顾阿姨吧，让我们一起等阿姨醒过来。说实话，当初翠花病倒的时候啊，一家人都埋怨你，娘还想进城来找你呢。我来了几回才发现，你尽力了，照顾翠花，事业比你周到和尽心。这次来呢，娘特意叮嘱过我，如果大夫说翠花真治不了了，我们就带她回家。大哥，不用，你这片心，咱家都领了，可
翠花如果真的成了什么植物人，对你和大志以后都是个麻烦，是个累赘。翠花已经病成这样了，你们还得好好的活着。你带孩子不容易，我们接她回家，至少我们还有6个哥嫂，怎么也不可能抛下她不管。你就放心吧。大哥，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。翠花她能醒过来，她一定能醒过来。在这个时候，我绝不会离开她。家里能这么体谅我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你知道为什么体谅你？为什么？爹在走的前一晚上，把我和娘叫到跟前儿，他对我们说：“如果你和翠花过不下去了，那不是你的错，不许我们找你的麻烦。”好了，我该回去了。翠花这里，我给你留一句话：该撒手的时候，你就撒手吧。家里不怨你。这有我和丹丹呢。没事儿。爸爸在这儿伺候你妈这几天啊，想了好多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当初你爷爷就是这样，突然就躺下了。那个时候爸爸要去上学，就把家整个丢给了你妈妈。你看我伺候你妈这才几天呢，就已经累得腰酸背疼了。可是你妈妈伺候你爷爷好几年啊，她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？过去有人问起我这一段啊，我都会轻描淡写地说，我爱人对我有恩。可现在事儿到了自己身上，才发现伺候一个病人有多不容易。爸，先别说这些了。妈妈这么做，也是因为你，因为她爱你。是啊，他爱我，他从开始就爱上我了。可是我呢，我并不爱他。可为什么要接受他对我的付出呢？大志啊，爸爸真是太自私了。爸，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现在咱们要做的是一起努力啊，争取让我妈醒过来。到那时候，你当面跟她说这些话。